比特币会先回到62000吗？9月还会继续下跌吗？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图表。那我们在日线上呢，我们已经看过很多次了。我们直接从比较小级别的4小时开始看起。我们在4小时，我们可以发现啊，在前面比特币它潜在的一条上涨趋势线呢已经被跌破了，那就表示我们这段上涨的趋势啊，可能的上涨趋势呢，它也不复存在了。那虽然说我们上涨趋势线被跌破了，不过我们整段区间的调整呢是没有被跌破的。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自从超跌反弹之后呢，我们就进入到了一个向上的通道的调整。那这个通道呢，我们连接5个针尖哦，你可以看到我们下面呢有3个，然后我们上方呢有2个针尖哦。这些针尖我们连接在一起呢，就形成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我认为是有效的。其实上下各2个接触点呢，就可以确认一条通道的有效性了。那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5个。如果说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个通道给下破，其实也就是我们水平的位置啊，大概在58000、57500左右这个位置啊。如果说这个位置被下破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真的会往下进行2探啊，至少呢都可以回到54000、55000左右啊。如果说这里再撑不住的话，那我们就要再看到更低的价位了。其实我们在昨天的直播呢，我们有为各位谈到，我们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缺口啊。我们可以把时间点呢，我们切回到昨天哦，在昨天这个缺口是很大的，因为我们其实在昨天呢下跌的过程啊，它刚好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点啊。你可以观察一下这个指标是免费的，你只要到我们的社区呢，你就可以免费的索取。我们居然在昨天出现了一个缺口 ，CME 的缺口啊，这个缺口的上缘呢大概在62000，然后下缘大概在60500啊，1500刀的缺口，其实也不是一个小的缺口了。那各位可以发现到我们在昨天出现缺口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在周六周日通常我们是周六周日不开盘嘛，所以大多的缺口都是在周六周日才会出现。不过我们在平日呢也是有可能出现缺口的那这个空缺的时间呢，仅仅只有1个小时只有1个小时不开盘。如果说比特币的价位呢，在这1个小时不开盘的时候进行波动的话，那么就会产生缺口。那我们都知道，缺口它在短期内回补的几率呢是极高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昨天直播当中其实就有谈到过了。那我们在今天呢，我们也确实快把这个缺口给补完了。那我相信我们很快会把这个缺口给完全的补完了，也就是至少针尖呢会来到接近62000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我们现在的行情现在是补到只剩下一点点了，我认为是一定会把它给补齐的。那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uy 的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500的仓位，很简单，你只要点击这个链接，来到界面之后呢，下面都有一步一步的说明，你可以领取$500的空头仓位，拿去开比特币、以太坊、Solana 等等的仓位。那么如果你赚钱了，你可以直接把币给提走，那亏钱也没关系，因为本来就是赠送的仓位。所以我们再回看到原本缺口的部分既然它要回补缺口呢，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操作呢，都不会到那么急迫因为无论如何它是要回补这个缺口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的部分，其实以太坊它还是走得非常弱势。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它在今天其实它反弹了不少虽然说这段行情它是没有办法被操作的，就从58000一直到61000左右3000刀，它真的很难做，非常非常难做你很难去掌握它大概5-6%，这个也没什么必要去掌握。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它是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回这个反弹不过以太坊呢，你可以看到其实它整体的走势还是很弱的，非常弱像比如说以太坊在前期它是没有创造一个新高的但是比特币情况可就不一样它前面的新高呢其实非常的明显但是以太坊却没有那以太坊呢，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以来呢，从15000的上涨，比特币15000的上涨到现在来呢，以太坊它都是比较弱势的。当然它有很小很局部的那种时间，它是稍微变得比较强势一点但那都是局部的。我们整体的趋势呢，其实还是往下，也就是其实以太坊呢，它还是整体的走势是比比特币弱的，而且这个趋势呢是不会被改变的除非我们又见到了什么很明确的信号之前我们确实是有ETF 的机会来改变这个趋势，不过它是没有被改变的那其实这样子的强弱关系呢，比较符合比特币、加密货币在过往牛市当中所呈现的周期。
那其实以太坊它的走势呢是更不乐观比比特币要更弱势，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把这个位置给下破了。那以太坊呢，其实你可以看它其实离针尖的位置呢也没有差距到非常远所以以太坊其实是更不乐观的，它更弱势了。那我们再来看到比特币的每个月的回报率，当然先说我不认为它它的参考价值非常的高，没有到很高，但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的依据你可以观察呢，这个图表从2013年也就是比特币有二级市场以来呢有出现这种大的牛市，开始有比较多人的2013一直到现在2024这11年间的统计数据来看呢，基本上比特币每个月的回报率就属9月呢，它有可能基本上9月它大多数的时候是下跌的。你可以看基本上我们在过去的10年的时间呢，也只有3个年份是上涨的，其他全部都是下跌的。你可以去对比其他的几个月份从1月到12月，基本上就没有像9月这么看跌的一个月份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当然，它这里的跌幅指的是开盘跟收盘之间的距离所以它中间还会有插针什么鬼的但是我们在9月呢，很有可能它是一个会为我们产生负回报的时间点当然了，我们现货也不会动嘛，只不过我们可以用这个数据呢，过往的数据然后对行情有更多的了解当然，我不认为这个它是非常的参考价值它只是可以让我们更了解这个市场因为我们现在8月已经到底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9月，而且9月呢我们会有降息在9月18号，这个是接下来最重要的事情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感谢各位，拜拜。